谢谢吧啊！啊，好几个大老爷们喊爱于老师。哦，谢谢，受累了啊。就没有一个女的说喜欢我的是吧？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谢谢吧啊！天儿也不好，大伙儿还能四面八方赶到这儿来听相声，不容易，好几千人啊！可见你们是多爱听相声啊！喜欢嘛。谢谢吧。刚才是刘鹤春和刘哲，对，这叫杨乃武写状，是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。我们哥俩跟大伙儿聊一聊。哎，其实都熟悉。郭德纲，吕鞭，我们两个人在这个等会儿，这不，嘿，这，哎嘿，别说废话，把晚饭说出来了。我们两个人从05年哪儿？您给我证实一下。对不起，说话嘴里不清楚啊。吕鞭，哎呵，因为我们从05年就在这个舞台上，没听说过您。不是，咱不能瞎说，就是不合适，都这个岁数了是吧？啊，你今年是43了。我比我，哎呦，你真比我大20岁啊。这个，你先等会儿吧，我比你大20岁，虚岁虚岁也不行，哪有这么虚的？虚出40去。你也没上过学，你比我大3岁，是我39，到啊，就这样吧。我都不抬杠，抬杠比打分挣得多。我也快40的人了，是不能瞎说了。老话说得好，40不惑，没错，40就不让霍霍了啊。嗨，40之前也没让霍霍过啊。这么些年来，靠着大伙儿的支持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是站在舞台上看着各位，我打心里特别的高兴。是，有的是哥几个一块儿来的，有的是小姐们儿一起，有的是一家人一块儿，哎，有的是带着老婆，有的是带着别人的老婆还有这个带别人老婆的请举手，还不少呢啊！哎呀，谢谢你们的坦诚啊！注意安全啊！嗨，可不是得注意安全吗？出门人打了，我给管不了啊！世界太乱了啊！什么话这叫？挺好啊！对生活要有一个乐观的态度。哎，另外呢，生活中会有种种的不如意。最重要的是坚强。是啊，曾记得法国有一个大发明家叫约瑟夫。约瑟夫啊，1872年他发明了机械风扇。比拜伦的那个技术又提高了一块。嘿，我不知哪位是这方面专家。1872年，法国的发明家约瑟夫曾经就这个问题提出过。他说生活是非常坚强的。如果你不能坚强，请把这2个字翻过来。强奸呐！别说出来啊！别说出来也是这么回事儿啊！约瑟夫教导我们的，这都是。约瑟夫说这个，约瑟夫嘛，你看一看就不上学的人啊。你知道约瑟夫？约瑟夫嘛，发明家，俩儿子。大的叫约架，二的叫约炮。呵，您别胡说八道。但是不管是不是他说的，生活第一需要坚强，第二需要的是乐观。这是对。有道是家和万事兴，这都是老话，是不是啊？在后台看着谦儿哥，带着孩子跟嫂子们坐在一块儿，我打心里边，你先等会儿吧。真行啊！这别想了啊！嫂子门呢？嫂子倚着门呢。干嘛还得倚着门呢？倚着门，这儿掖着手绢，这儿嗑着瓜子儿。没听说过，什么形象这是？我今儿也不怎么那么高兴，我告诉你，谁高兴？今儿你们尽量晚走会儿，我愿意多说一会儿。今天你呀，我看今儿您是很高兴，就说这事儿生活就是这样啊，天天在后台，我甭跟别人聊天，就跟德云社这帮说相声聊天，就很开心。那是每家都有一本故事，不一样的故事。我们有一侯震，有人认识吧？侯震大伙儿都知道是吧？认识啊。侯宝林大师的长子长孙，对，我师弟侯震，说话嘴碎，像话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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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口头语。脸长得这么大个儿，大脸盘跟囊似的。嗨，什么形象啊？侯震就挺可乐的。侯震跟他媳妇儿，有时候我老说，我说弟妹真是个好人。
怎么？因为侯震一天到晚除了跟我出去，要不就演出，要不就拍戏，也总不着家。弟妹不错，对老的对孩子照顾着无微不至。所以说我有点时间，我就说你侯震回家陪媳妇待2天。瞧瞧，他也是挺好。回去开个车，带着媳妇这儿逛逛那儿逛逛。带着媳妇这儿是前门啊，这儿是西单，门都没出过呀。西单前门都不认识，没去过嘛？家里活太多了嘛，是不是？挺好，开车这儿哪儿那儿，让媳妇心里高兴高兴。是，开着车一低头，哟，怎么了？车里有一只高跟鞋。哟，侯爷那脸都绿了啊！谁干的？想半天，赶紧把这鞋顺着窗户扔出去了。一会儿媳妇问：“哎，我脱了那只鞋哪儿？”嗨，这疑心太重了，自个儿想多了。你可不是想多了吗？想多了，把自个儿媳妇鞋都扔了啊！他这不算小心眼儿啊。后台有一位小心眼儿，还谁？高峰。高峰也熟啊。高老板大伙儿也知道吧？小心眼儿吗？那太小心眼儿了。是啊，只要一说出门，一回家，咕噔先给媳妇跪下。干嘛呀？我走3天，这3天你别出门，我求你别出门。外边坏人太多。怕坏人啊，媳妇就得答应啊。每次临出门找一草棍儿，别在门上，咵。这干嘛？媳妇一开门，草棍就掉了。就发现了。哎，下楼拎一口子面，大门口撒着面。这什么做贼呀？那是怎么？媳妇一出来就踩上了就知道了，顺脚印就倒着了。好家伙！前些日子我们上加拿大演出去，咕噔给媳妇跪去了，10天啊，10天。这回长10天别出门媳妇也答应了。是出来之后走到门口给小区保安100块钱。这是看着这儿，我们家谁来了，到时候告诉我。还派盯梢呢。10天之后，加拿大回来一进小区，有人吗？保安说就你走当天来过一送信的。嗨，到现在还没下来呢。好嘛，就这送信的要命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开玩笑，这都小心眼过分的人。过了。你要说真有毛病，就是我们后台叫孙越的有毛病。那大胖子，大胖子孙越，说相声的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都是。这个孙子呢，等于是这孙子，这个像话应该是这个外孙子。这个外孙子啊，把外字搁出去了这2天没来。他那个闹嗓子是，在北京什么医院住了那个肛肠科那儿检查。闹嗓子住肛肠科呢，耳鼻喉科没有床了。对了，床了，给挪那儿，反正差不多。差远了，这怎么能差不多呢？也就一讨来的劲儿，不要紧的啊。就这么大。大胖子，我们整个后台就他道德沦丧。哟，怎么了？你想那模样，你看那模样像好人样吗？就这么大个吧。他站这桌子后边，桌子挡不住他。太宽，这演出没事自个儿就出去了。咱也不知哪有那个地儿，他老能找着。小房间点一小灯泡，小粉灯，满处去啊。看里边那进来，还叫他，摇摇头，转身就走。什么不好看？不是进不去那门。嗨，哎呀，就冲这也得减肥，是不是？大胖子演出完净这出。他跟岳云鹏在一块儿说相声，都知道。对，岳云鹏、孙越那回真成功了。哟，也不哪家那门这么大个儿。他进去了。跟那儿住了一宿，很开心。是啊，很开心啊，花了30块钱。多少钱？30块钱。30块钱。30块钱。咱也不知道是优惠呀，是怎么回事？那赶上打折的时候，店庆的时候。哪有店庆啊？这我也不懂，那没去过。胖子，他打那屋一出来，眼泪就下来了。哟，对不起自己的媳妇儿。怎么呢？你想想，媳妇儿对他这么好，干了这么一件事情啊，良心发现，哭着就回家了。进门跟媳妇儿就说：“我要跟你说啊，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，是一定要原谅。不能干一件坏事就否定他的一辈子。真是，谁都有亏心的时候，谁都有对不起的时候。承认，只要说出来就是好同志。对。媳妇儿也哭了。是啊，我是跟岳云鹏有一腿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把媳妇儿给勾出来了。这都真事儿，哪儿那么些真事儿？我听岳云鹏说的，这都是那真事儿别瞎说现场还有孩子，你让孩子谁说？孩子怕听不懂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别讲，他早晚也得听得懂啊。已经听懂了，是吗？我看拿着本正记录呢。我小时候有这么好学，真的。这是好学吗？要说起来，这后台最好的人就是于老师。到我了，真的。
是人无完人，长调门了。但是您是这份的，真好。您有很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武装观、白云观。哎，别说了，我这出家了是怎么着？您确实是挑不出毛病。您客气，感谢您的父母为中国相声界带来这么一个笑话。哎，笑话，我成笑话，带来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您又客气了。43，对，43年前那一天，中国相声界出了一件大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您的降生。嗨，据史料调查，那一年天气不好，是吗？天下大旱，没水。何止没水，没有水，没有粮食。哎呀，那一年仓也空，井也空。哦，仓井空了呢。嘿，我怎么跟那位还有联系？不太清楚啊，反正好记，就那一年。哦，天下大旱。你父母在家里边很焦虑。是你母亲也是，因为就那天生的你嘛。啊，对。但你母亲很焦虑，是不知道有孩子啊。傻丫头，这是。都那天都生了，就不知道有孩子。不知道那天会生的。哎，您说清楚了。老太太坐在屋里边，大肚子，叼着烟卷还抽呢。我妈这是要取经去是怎么？什么模样这是？也不想吃饭啊。老头还问呢，夫人吃点什么呀？你瞧这声。唐僧到哪儿了？好家伙，老妖精这是，要吃唐僧肉。有唐僧肉也吃不下去。你提这干嘛呀？啊，到晚上睡觉，你母亲就觉得这肚子拧得很，那么疼。到时候他往下坠啊！我是没生过孩子啊，那就别形容了。我想横是得那样是吧？啊，你就别想。我就肚子胀得难受，一直往下坠，往下坠。是夜里12点，老太太坐着，我睡不了，不行啊，这肯定是不行，这要生，太一劲儿往下坠。哎呀，老头儿就喊加油！哎，嗨，有他什么事？使劲，你使劲！老太太一较劲啊，库嚓，这一炕拉了是怎么着？生不是你是没生过孩子，可你拉过屎。不是这声可对，你这说这么肮脏的话题。废话，哭嚓生孩子呀！哎呀，还行了，哗啦啦啦啦，也没有这么大声。哇呀呀，哎，生一花脸出来是怎么？叮当的咚的当的，葫芦娃。不懂，你不懂就别形容了。没生过吧？啊，就啪嚓生一大胖小子。哎，我摔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哎呦，家人都高兴啊！这回算行了啊！老太太也高兴。哎呦，感情是有孩子了，多新鲜呢！可不是有孩子了吗？你真好，真好啊！到了满月那天，家里边亲戚朋友都来了，得祝贺啊！大伙儿都哟，这孩子了不起。是家里有一上岁数的那个，咱不知你们家什么老爷爷那身份的啊。这孩子好。哦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哦，看面相，日后必有汗脚。这孙子怎么瞧出来的？这是，你这可差6辈儿了啊！这差几辈儿也不成啊！了不起。把孩子举起来，用太阳照一照。这是干嘛呀？老年间的人讲究迷信。孩子举起来，拿太阳一照，地上有影子。影子不叫影子，叫魂魄。这是魂。影子代表着魂。如果影子深浅，它是有一定说法的。怎么讲？这个影子特别的浓，特别的深，说明这孩子日后没有出息。影子特别的浅，说明日后他了不起。嘿，看看浓淡决定他的命运。这看一看呗。照，举起来看看这魂，我怎么样？哎呦这孩子这混蛋混蛋呐！这老头怎么说话呢？这是。就是说你的魂呐，影子浅啊！你说浅多好啊！在日后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果不其然，我们见证了这一说法。我是真混蛋呢，是怎么？这还见证干嘛呀？就说你是一个人才好，方方面面挑不出毛病来，那是完人了不起啊！没有首先说身体好那是就这一后台说相声的100来人，身体最好的谦儿哥。确实不错。他秉承着一个宗旨，3快。怎么叫快？吃得快，睡得快，拉得快。不，这也好啊。这个咱实话实说啊，人吃五谷杂粮，没有不得病的，是没有避讳说我们就回避一下，谈不到。吃得快，荤的素的，凉的热的，甜的咸的，什么都能吃，不忌口，不挑食，营养均衡，是吃得快。第二，睡得快，睡躺下就着，这好吗？有的时候有点愁事儿，也有。
烦得慌。躺下数羊吧。哦，躺那儿一只羊，这就睡了，别数好不好啊？睡着了啊。第三，拉得快。不是这怎么个好法？这个好像说的很脏，但实话实说，列位，你说谁不上个厕所，是不是？咱没有必要人为的拔高。哟，这位都成圣人了，他都不去厕所，你这是个貔貅啊，是吧？嗨，那也不对，谈不到，拉得快，怎么好？排泄功能非常的稳定，而且有规律。哦，规律，每次都拉得饱饱的，真的。这什么话？这不是我往回拉是怎么着？就快快的快就完了。快，而且时间是有规律的。哦，每天早晨8点钟准拉。这定点9点准醒。我每天都拉炕上啊，我这生活不能自理了，我这个数10年如一日。哎，好嘛，瘫了不是多少年了啊，挺好。不光是身体好，这个人心眼儿还好，主要是心眼儿。凡是长寿的人都是心眼儿好，是吧？他老算计人，他就好不了，是吗？这个人没有。后台老拎着一包，这干嘛？跟演出没有关系，那是做好事儿用的。怎么做好事？拎着包，德云社演出小剧场，旁边那个小饭馆找来于老师帮个忙，帮什么？厨子忙不过来了，头走，我这就去。厨子我行，打开拉锁，拿出一白大褂来，穿上。我自备白大褂。你看，来白帽子戴上，嘿，奔人那儿唰，连切带炒，一套。哎，不要钱，白帮忙，这热心肠，就好这这儿脱了。会见几位？走了，回来了，别好了，搁包里。又有来找帮忙的了。这是于老师，街坊孙奶奶去世了，这我帮。儿子在国外回不来，短孝子出不了殡，孝子我也成。头走，我这就来。把白大褂拿出来了，多用的这是。白帽子，咵，一口，到哪儿去？自个儿预备好了。这是折叠着一翻儿，我浪催的是怎么？这我都备好了，专应这个的是。专应孝子贤孙，我没听说过啊！一会儿又找来了这边体育场要比赛了，这我能帮什么？于老师，来，您给检查一下吧。这是验兴奋剂，这我也懂。运动员有的时候跑得快、游得快，人家怀疑是啊，是不是喝药了怎么办？得专门验兴奋剂。这个到这称呼都不一样了。于大夫，那是人尊重我。好，你头走，我这就来。白大褂又拿出来了。哎，我都这紧着白大褂接活，那做不了啊。到这儿了啊。于大夫到。嚯，远接高迎。一推门，于大夫来了。进这屋是检查兴奋剂，其实就是验尿。对。一进这屋有大条案，桌子一杯一杯都摆好了。这我来检查。有请于大夫。这非得我来不可呀。把口罩摘了啊！我还戴口罩去。白手套。可以了。拿起一杯来看一看，颜色。哎，你看他，不是这位尿出茶叶来了是怎么？我这吹什么呢？掏出一根吸管来。哎呀！别这，我不要吸管好不好？这个没有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白喝了。你又拿起一杯来。一口还不成。怎么样？血糖偏高。嗨，这跟运动员都没关系。你注意个人卫生。哎，咱们说点正经事儿成不成？这个呢？节食。嚯，这都是运动员吗？这个，哎，也有喝不下去的时候。我要坚强。行了，约瑟夫教导我坚强。我这时候想起他来了。哇，
哎，这有药！哎，这兴奋剂太大了，这屋喝完了啊，请于大夫到下一个房间。还有，迈步走上这屋来。哦，大桌子，老是这屋桌上摆大杯啊，这么大杯。于大夫，请。你瞧，哦，我很兴奋啊，好过瘾呐！哪儿就过瘾？我尝尝得了，嘿，这个，哎，什么项目啊？赛马那马，好家伙，我什么都管呢，合着了不起。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净喝尿，心眼儿好，心眼儿好，这胃口好啊，不是心眼儿好，喝慢慢香。没听说过。不光这个心眼儿好，嗯，脑子还聪明呢。哎，脑子确实是，脑子不好能应这活吗？是吧？啊，缺心眼儿，这叫。德云社后台啊，说句良心话啊，外号叫科学家。怎么叫科学家？真的，科学家跟后台，我想啊，你看玩什么都是他头一个。嗯，手机下载软件也是他头一个。哎，我好这个。刚开始玩微信也是他。对，跟那玩，我说什么呀？嗯，微信是，发图片、发语音、发什么都行。你看我给你嫂子发一个啊，我给了媳妇儿发一个啊。嗯，老婆你在干嘛？发完了，给你拿着，我接过来了，上面有一行字儿，写的是对方正在偷人。什么？出事了啊？你就问什么呀？嗯，对方正在输入。什么学问呢？你这是这俩字儿能弄乱了？我冷汗都下来了，多新鲜！我以为你知道了呢，是吧？哎，知道什么了？我就啊，你破案了呢？没听说过。玩这个头一个啊，玩那魔兽啊，后台头一个。啊，德云社后台那角那儿有一电脑，他跟那儿头一天我就在跟前儿嘛。我说你干嘛？注册啊？那上注册有个注册名啊。哦，我写于谦儿。不，没有写真名字。是啊，都写一个那个注册名编的网名起的。我说你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呀？他在后台辈儿是最大。我徒弟都管他叫大爷。对啊，想半天。注册名我这个名字是谁的呢？你大爷的。怎么起个这名字？就是每次一登录一行大字儿，欢迎回来你大爷的。好家伙，先挨句骂。他们玩的叫什么？团队副本呢？是叫什么？一帮人打仗啊！打联网。你听到耳麦里边，你大爷的快点儿！哎，恨疯了我了，这几位都。挺了不起的。玩会儿游戏，放下了，毛笔抄起来了，这是练字儿了。哦，书法也练。你不服行吗？啊，练字练毛笔。哎，观众进后台，于老师给签个字吧。啊，抻着那宣纸。哦，宣纸给你写毛笔的，见身份，写于谦。哎，夸这儿抻好了，是严德墨填饱了笔，哎，一挥而就，写于谦啊。对。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我还有俄罗斯血统是怎么？我这名儿至于写那么长吗？净写错。哎嗨，这就别练了啊！写毛笔字儿啊，一会儿又坐那开始写作。啊，创作。好家伙，你写什么呢？《孙子兵法》。哦，这也用我写？了不起呀！嗯，于老师，等会儿，别叫于老师，请叫我孙子。哎，什么名儿这是？不服行吗？啊，这儿一喊孙子，哎，嚯，坐那儿一玩这个，里边你大爷的，快点儿！好家伙，净站辈儿上了啊！玩会儿写会儿，一会儿看书。哦，后台一大字台，哦，摆着各种书籍。看书，古今中外没有看不到的书，全看啊！什么三国呀、水浒啊，西游记啊，四大名著，西厢记，西毒记啊，西毒记没有这书，叫什么来着？反正西游记，西游记啊，国外的书也看，钢铁是种子炼成的啊，这河北翻译的吧？这是，还种子炼成的，什么口气？这是农嘛炼成的？哎呀，也行了。怎样炼成？怎样炼成的啊？对，这都看啊！大桌子，这儿摆一本书，旁边放本字典。字典边上是工具书。这是怎样查字典？全不会，3本一套啊！必须一块看，看看这个，看这个。这儿闹耗子呢，是怎么？因为看书把街舞都练出来了。没听说，我太忙叨了，我这。了不起呀！没有什么，正因为您的综合素质啊，才娶了我们嫂子。
啊，我媳妇儿，你差一点儿，你媳妇儿都看不上你，是吧？媳妇儿眼界高啊，要求高，有人见过啊，可漂亮，是吗？比她小30来岁啊，小孩儿啊，不是，她比你小啊，比我小几岁。你要到70多岁，她比你小30来岁，还是差不多的那个，她比你小，就是比我小，特别可爱，大眼睛，哦，那么大眼睛，尖下颏，我每次看见嫂子，我都得想，葫芦娃会来救我的。哎，好嘛，这看见妖精了，这是。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您得尊重嫂夫人这份儿啊，多的见着都是哟，德刚啊，上家吃豆腐去，去吧。什么话这叫？这叫什么话呀？会炒菜，麻婆豆腐做的是最好啊！您说清楚了，这人家吃豆腐去。你这别逗弄了，这就上家去，咱这规规矩矩的跟嫂子，有时候去了也是买的水果，买的什么进门啊，嫂子您挺好的啊，谦儿呢，哎呦，你来的正好，他刚走啊。我刚走就来的正好，不是我不知道你走啊，不是你走，进来快进来吧，进来坐那儿洗澡，咱别胡说八道，买那冬枣洗澡吃，怎么这么别扭啊？这是，说句良心，我跟谁开玩笑？我跟嫂子不逗，我瞧出来了啊。你这个心态是真好，哎，那是。再一个，说句良心话啊，就算我开玩笑，谦儿哥不会胡思乱想。那我们过这哥俩交情在这儿，对，一块长起这么些年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是不是？我想我打10几岁到北京，就哥俩一块玩，是，这也算发小了，可不是吗？是不是啊？我有时候一想起原来挺可乐，是吧？嫂子非常好，但是谦儿哥您得承认，倒退些年，您的这个爱情不是很顺利。哦，这倒是有点坎坷。这个不堪回首话当年，谁没个17，谁没个18呀？都年轻，是不是？谁的烟囱不冒烟？这很正常。过日子嘛。小的时候，他爸爸给他弄的什么？娃娃亲。啊，我那时候还有他爸爸老古板儿。啊，这个谁的闺女跟你一块儿两口子之后，小孩懂什么？他4岁。那女的72。你想啊，这两我不懂，那位得懂吧？那72差太远了。不是，其实20多。也差不多，没成，直到后来一次一次的交朋友都很不顺。是，其实小时候我们都崇拜他他比我大好几岁，他都懂，我什么都不懂我想那年我19那年，他23、24那会儿，对，那回还问我了，带你出去玩去，你去吗？跟着我一块儿。哪儿啊？歌厅去吗？我那时候就泡歌厅。你看，咱说良心话呀，那会儿18、19的孩子懂什么呀？是一听说这么有诱惑力的事情，是吧？是我们是抱着批判性的心理去学习的。那时候就批判了，开始走，咱去。呵，真感兴趣。带着我去挥霍，我们俩坐29到817，然后换300到937，庞各庄下车。嚯，到郊区了。夜里边，霓虹灯闪烁。哎呦，几个大字儿，翠纱瓤歌舞厅。进了西瓜地了吧？咱们进门一瞧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。哦，高档，站着一堆美女啊，嘿，都穿着绿色的衣服，上面一道黑一道黑的，都拿西瓜出来的是吗？都跟那儿唱着情歌。吃了一杯闹快乐，杀了你的口儿甜了2个。这就是卖西瓜的这个。老北京风情没有，人家这叫西瓜派对。哦，西瓜派对。坐那儿吧，坐那儿我都傻了。哦，没来过这个。人家跟这儿啊，倍儿有身份啊。嘿，一瞧就老来，熟啊。把烟搁在桌子上。撕一张烟纸，是烟一阵儿，卷着抽啊，省点是点嘛，点上烟来小妞儿，你瞧这老手，人家有负责人过来了那个要什么样的？听说你们这儿有留学生是吧？好，介绍一下，有留英的、留德的、留法的，嘿，有留保的，还留保，保加利亚的，嘿，留保的来留保的，一会儿这留保这回来了站在这儿，先生吃点中没啊？留保定的这是，你吃牛肉货是不？行了，这不是留保加利亚的这个，反正就带过我去过这么一次后来不带我去了。那是啊，因为您知道这个泡妞这个工作不适合团伙做爱，单独的，哪见过组团泡妞的是吧？没听说过，早晚也得便宜一个人后来他再也不带着我了，得亏没带我，是吗？后来就
交往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女朋友，搞对象了。我印象中那是个3月份，春天吧，3、4月可能是。谦儿哥一个人也是他这光棍儿，那会儿25、6、24、5了，没个女朋友。春天去踏青，踏青，哎，找了一个公墓啊，我上公墓踏青去，清静啊，清静，倒是没人，看看上坟的，看看烧纸的，是吧？你看来回溜达溜达，业余生活太乏味了。走着走着，一抬头，哟，这是坟地里有一墙头，墙头上面坐着一个女孩，这什么女孩？这是很斯文啊，是吗？坐在墙头上，叉着腿坐着。嚯，这还斯文呢？这手拿着烟，哎呦，这手拿瓶啤酒，烫一脑袋花，这很有夫妻相。一眼就看中了。那得看，这日子能过到一块儿啊？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谦儿哥3大爱好是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您就别我要批评你们说的不齐啊！我们再来好吗？于老师3大爱好。有意思吗？你们有意思啊，闲着也是闲着啊。一瞧这女孩，当时谦儿哥就站住了，愣了，太好看了呀！猛抬头，用目撒，墙上现出一位女菩萨。菩萨她在墙上坐，就好似日出东山飞彩霞，一轮明月将心里照，雪地里现出一盆花。虽然她不是天仙女，月里的嫦娥比着她，若与此人成婚配，抽烟喝酒烫头花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传统戏，这哪儿有传统戏？特别开心啊！高兴，不离开这墙了，来回跟那走柳啊。再围着墙转，来回走啊。这女的乐的呀。嘿，谦儿哥问你乐什么呀？你脚底下有屎。嗨，我光看上头了。我打这儿起，2个人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，交上朋友了。谈了有1个来月，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，我要带她回家见你父母，这是大事儿。女孩也特别的开心，特意的打扮的非常的淑女，把头发也弄好了，烟都掐了，嘿，跟你回家见父母，去吧。一进门，你父母特别开心呐，那是啊，儿子终于有了女朋友了，就盼快坐着吧。打姑娘进门，你爸爸不说话。哟，全是你母亲那儿张罗着啊！不好说，姑娘挺好的呀，叫什么呀？属什么的？多大岁数了？问一问啊，这吃水果吃糖，反正家不长里不短这点事儿呗。热情点吧，聊天聊来聊去，突然间，你母亲问了，这个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问到这个，姑娘愣了。那个，我是单亲，从小没见过我父亲，跟我妈长大的。嗨，哎呦，对不起呀，姑娘，那个你妈叫什么呀？我妈，我不敢说。这有什么不敢说？子不言父，女不言母，这是尊重。什么年代？我母亲有个外号叫一朵花。这什么人呢？这是？你爸爸站起来了。他是听出什么来了？你们家住前门外大石栏胭脂胡同。哟，小时候住那儿，后来搬了啊。姑娘，你坐着啊，你坐着。来，你们进来。叫我们。这时候赖着你，这时候赖着你妈。3口进屋了，是把门一关，老头眼泪都下来了。我对不起你们。你瞧瞧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年轻的时候犯了点错误。你说说吧。这姑娘你不能跟她交往。为什么？她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妹妹。你瞧这事儿闹的，眼泪下来了，那哪行啊？这谁想得到出这么一个事儿？这儿哭着，他妈站起来，没事，儿子，怎么呢？好好跟他交往。因为什么？你不是你爸爸的。哎，这不是。